上次入世还是民国，没想到匆匆100年，世界已经变化这么大了。老先生，您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？以前为了躲避战乱，无奈上山，就在山里吃点野果子，打打野味，钓钓鱼。要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口什么，人口普查。对，不然还不会有人发现我。昆仑山那一片的确少有人烟。老先生，你有后人在世吗？当初毕氏离家，确实留有血脉，只是这些年他们过得并不好。过得再不好，那也要赡养老人啊。山上100年，虽金丹大成，却也亏欠了当年的家人。此番现身人间，便是要重归红尘，弥补对他们的亏欠。感谢各位送的礼物，今天的直播到此为止。唉，资金链断了，不知道若琳还能撑多久，只能努力直播帮她赚钱了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林小姐对吧？我们在人口普查的时候找到了这位一直在林中隐居的老先生，属于五保人员，需要子女赡养。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带老先生去找他家里人？是我们没说清楚。根据这位老先生提供的信息，你是他唯一在世的后人。什么？介绍一下，老夫叫林毅，按照辈分，我应该是你的曾祖。我家里人都去世了，怎么证明你是我曾祖？这是我儿子的相片，他叫林从民，生于民国8月。看起来还真像我爷爷。老先生，那您多少岁了？我应该超过100岁了吧？过糊涂了，不大记得了。100岁了？先进来坐吧，外面冷。这么小的房间，孩子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老先生，江城是金融中心，不比山上。这50个平方的公寓已经不错了。哼，这还没我茅房大。还真有林毅这个名字。这大概率是你曾祖吧，以后好好对老人家。可是老人家都走丢这么久了，而且也看着不像100多岁。罢了，我走丢这么久，不被接纳也正常。孩子，不怪你，是我咎由自取，不配拥有亲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林小姐，你也不必自责，我们会送老先生去养老院。从民绝笔，是我爷爷的信。林家后人亲戚无复离家求道，隐匿昆仑，若有朝一日下山归来，望后人好生看待。真是我祖宗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曾孙林初雪拜见老祖宗，日后我来给您养老送终。好孩子。求道100年，不及这人间半点温情啊！老祖宗，明天咱们换个大房子，这公寓太小了，不能委屈你。这儿的确有些小。嘿嘿，乖孙，老祖宗我有很多四合院，都是末代皇帝送我的，咱们去那边住吧。这100套四合院，您随便住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您那个年代的房产谁还认啊？哼，过期了，你老祖宗我还有银票。民国初年，老祖宗啊，这东西也没人认了，不如银元和大洋值钱。银元和大洋，当时我嫌那玩意儿太沉，一箱才10几万，不如换成银票。得，看来小说都是骗人的，天上没有馅饼，还是得靠自己才行。乖孙，你怎么了？
没事儿，老祖宗放心，有乖孙在，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。老祖宗，这是我闺蜜的别墅，之前那个公寓太小了，咱们以后暂住这里。雪儿，这位就是老祖宗吧？听小雪说你没少帮他，我这个当祖宗的，谢谢你了。哪有啦，我跟她亲如姐妹，老人家不用谢我。来，为了感谢你，送你一套燕京四合院地契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你看看落款是谁？末代皇帝。臭小雪，戏弄我！等等，也就是说，老祖宗，你现在有100岁？谁说的？我看日历了，吓死我了！我就说不可能嘛！明明是200岁。老祖宗这么大了呀？老糊涂了，上次还说自己100多岁。那我先带老祖宗参观一下，你赶快直播，别忘了，你可是我的当家主播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现在民众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。对呀，所以您就享福吧，以后我也当您的孙女儿。你这丫头不错。那您坐会儿，我把小雪的东西安置一下。还是下楼看看乖孙吧。不好意思大家，昨天有事，今天搬家。我靠，这是豪宅，怪不得哥我们原来赚钱了，初心不在了啊！大家别误会，这是我闺蜜家。那是小雪，楼上那老头是谁？莫非？难道啊？这楼梯真麻烦。打住！那是我曾祖，100多岁了，我搬家就是为了照顾他，他身体不太好。你们是没见他，平时下楼都费劲。我靠，老祖宗飞了！主播，你回头看看，这是100岁！单手跨栏？谁？啊！老祖宗，你有没有事？没伤到哪里吧？不碍事，就这点高度算什么？走楼梯太麻烦了。你以后能别这么吓我吗？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真没事，你老祖宗我是练过的，你要不信，我再跳一次给你看。别，我信了。老祖宗，您歇会儿，我直播完就陪你。乖孙，啥叫直播啊？就是有很多人在这里面看咱们。瞎说！这方圆百里都被老夫设下了禁制，若有人窥探，我怎会不知？这老人太可爱了，不会是修仙小说看多了吧？大家礼物走起来啊！老祖宗，我这是在赚钱，给咱们买大房子。缺钱不早说，我随便写2个字都能卖10几万大洋。老祖宗，你就别逗我了，水我们都看着呢。老祖宗，我在初雪的行李箱里看到您包里有几张照片，我帮您重新裱起来吧。扔了吧。对了，把我和末代皇帝的合影烧了。撤死！当初送我的四合院都过期了，我要它何用？末代皇帝，四合院房契，这老爷子也太能吹了。这主播有意思啊，给你多刷礼物。人气突破10万了。虽然不知道这上面都是谁，但既然是老人家的回忆，还是裱起来吧。老祖宗，你有衣服需要洗的吗？我上来看看，这楼梯太麻烦了。我操，这是人类能做到的吗？我操，这合理吗？真飞了！人气突破20万了，谢谢大家！我给大家唱首歌助兴。唱歌？那不行，我要看老爷子。老祖宗该休息了，这样吧，我破例给大家跳个舞。主播，真不用，你让开就行了，跳舞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要看老爷子。他老人家100多岁了，身体不行，需要静养。你们还不信？这会儿他下楼都费劲。老祖宗，你老了，没有以前顺手了。您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小雪，你直播间爆了，都冲到首页了。和我没关系，都是老祖宗的功劳。老祖宗？是啊，不信你看。老祖宗，能帮我拿一下平板吗？没问题。您别上楼了，对腿脚不好。那你扔下来吧。
老祖宗，很重的，丢下来怕砸到你脑袋。我让你扔你就扔，你就是扔炮弹，老夫都不带眨一下眼的。真的假的？那我扔了啊！扔吧，正好我活动一下。老祖宗确实糊涂了，罢了，一个平板而已，老人开心就好。还行，身手没落下。这也太帅了！这是我老祖宗。宗祖，您真的练过啊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。怎么了？直播间人气突破100万！小雪，我决定了。什么？我要捧红老祖宗。大家回神，我有一个计划，围绕着老祖宗，咱们弄一个户外直播。户外直播？老祖宗是一个活历史，充满阅历，我们带着他走遍世界，用他的阅历和故事来打动网友，必将成为顶流。我支持。以后我就是老祖宗头号粉丝。你们继续讨论。喂，父亲。若琳，我劝你最好把公司关掉，赶紧回家继承家业。对不起，父亲，我拒绝。我已经找到方向了，再给我些时间，我肯定会成功。这个不孝女越来越不懂事了。我这就去找他，把他那破公司关了。备车，我和你一起。若琳，直播间的人气突破300万了，我看到了，已经冲上热搜了。主播，别人不说暗话，让老爷子出来说话，我们要看老爷子。我家宗祖估计在睡觉。老祖宗，这走廊扶栏材质不错，以后咱家也这么设计。然后方便您跳楼吗？不跳了，不跳了。老爷子真可爱啊！给老爷子打上火箭。哇，刚开播就有火箭。爸，我那个妹妹就在这里了。带我进去。陈叔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陈若琳呢？在房间里。明知我们会来，竟敢闭门不出。这些人来者不善呐！给客人倒茶。这老人练过功夫，家里怎么多个老头？我们家扶贫了。这位是我家的老祖宗，暂住几天，等我找到房子就搬走。搬走就不必了，我陈家养得起你们。以后你多劝劝若琳，她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。知道了，陈叔叔。爸，我先去找若琳去谈谈。老爷，您坐。老人家，你做了我们老爷的主位。那个曾祖，要不您坐这儿吧？哼，我一把骨头懒得挪。算了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懒得计较。怎么，你看不起老头子我？这茶水廉价了些。爹，您过来一下。佳民，
你好歹也是董事长，怎么跟耗子见到猫一样？您上来看一眼就知道了。没骨气的东西！哼！我叫阿龙，是一名保镖。老先生，练过吧？我们老爷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背后的杜家更是4大家族之一。老先生，你方才的态度我很不喜欢。老先生，你可曾听闻“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8极定乾坤”？这一刀20年的功力，你的刀太软，你的拳太扁，你找死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就你还想带领公司？爹，不怪儿子，你看看这墙上的相片，看了又如何？不就是上个年代的？这是罗斯柴尔德，特斯拉，末代皇帝奥本海默，怎么可能？天地掌门人！啊！爹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若琳，这些相片怎么回事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都是小雪曾祖的，本来要烧掉，但我觉得可惜，就裱起来了。他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因为这是人家的合影啊！你们看，这张照片里的老人家就是小雪的老祖。这些大人物都以那位老祖宗为尊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爹，你怎么了？那是咱们靠山杜家的老祖，杜家上代枭雄生爷。没想到一代枭雄竟会给人跪地茶，可惜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看来确实我是小瞧了这老爷子。糟了，怎么了，爹？阿龙还在楼下，他为人愚忠，恐要自作主张替我出头。这莽夫，他可是8级传人，可别手上没擒重伤了老爷子。走，快下楼看看。聒噪！哪来的死苍蝇叫个不停，喝茶都不能清静一下。好帅的一脚！势大力沉，气若游龙。这一脚，100年功力。老祖宗，你不是他？放心，死不了人。质疑老爷子的，站出来！我没看错吧？阿龙飞出去了。老爷子是小雪的亲曾祖吧？老爷子是不是姓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个陈叔叔，我家老祖宗不是故意的，您不要为难他。不好，父亲怕是会迁怒老祖宗。老祖宗年纪这么大了，您不要吓他。你的人。方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给老爷子敬茶。你认识我？鄙人陈道然，给杜家做事。杜家，月生的家族。若琳是你女儿？是。那你喊我一声老祖宗，也算是应该的。陈家第3代传人陈道然，给老祖宗敬茶。我没看错吧？江城顶级富豪陈道然竟然给老爷子敬茶，老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若琳，老祖宗，您喝茶。这就是当年打过杜家枭雄的金丝楠木杖。你倒是懂事，这都是晚辈应该的。爸，人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你们这是？还愣着干嘛？
快来给老爷子敬茶。哦，乏了，老祖宗，我送您去歇息。不必了，我这老骨头还能。乖孙，有事叫我。不是我飞了！老爷子来咱江城这件事情，怎么不提前和我说？我不知道你认识老祖宗啊，而且人家是来投奔小雪的。陈叔叔，刚才那位老哥要不要送医院？不用，被老爷子踹一脚是他的福气。对了，若琳，爸这次来是给你下最后通牒的，你那直播公司该关了。我不要，公司要是关了，小雪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爸，你怎么？住口！小雪也在你公司？是啊，头牌大主播呢，关了多可惜。关什么关？不关！若琳，以后公司有困难了，跟爸爸说。谢谢爸，爸你最好了。不孝子，去，给我找2个女佣过来，再弄点顶级茶叶过来，要10万1斤的。不是爸，我有点懵。算了，我亲自去办。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老爷子。陈叔叔放心，我是老祖宗唯一的亲人，肯定会对他好的。不孝子，给我走！真是奇奇怪怪的。小雪，怎么了？完了，直播间被关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人气突破500万！首页第一，生活频道第一，女主播第一，获得1000万流量扶持。打赏统计86万，这就是老祖宗的魅力吗？小雪，有人刷了10发火箭。主播私信你了，加一下好友，想贴出老爷子。加好友，厚着脸皮求个好友位，已经私信了，看一下，交个朋友。同样求个好友位，没别的意思。10发火箭10万块，一个好友位值这么多钱吗？1000万，1000万！江城陈家，这是我爸，他真的在支持咱们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咱们的梦想要实现了！爸，你不对劲，你跟若琳僵持了3年了，怎么突然就答应他了？是因为那位老爷子？你有所不知，那老爷子是杜先生的师尊，也就是杜二爷的师公。杜二爷如今在江城，可是通天的大人物。是啊，所以你妹妹若琳，这是阴差阳错的给自己谋取了一个福利。那咱们现在……没错，随我去觐见杜家二爷。你说真的？你见到了师公？我师公还活着？二爷，千真万确，那位老先生的手里还拄着祖祠堂笑片里的那根拐杖。太好了，别缠着我！爸，你听到了吗？师公还活着，杜家的恩人还活着。若有一日我师尊下山，我杜家子孙必须竭尽全力报答恩情。咱们终于有机会报还恩情了。二爷，来，递上粮。师公在你临走前，可有叮嘱你不得轻扰他？这倒是没有，老爷子就在我女儿的别墅里，二爷您随时都能去见。不可造次！师公生性淡泊，不许打扰。别说是我父亲，就是天地掌门人拜见，也需要看师公心情。这门规可深着呢。那咱们该如何是好？先约见一下师公的曾孙女小雪吧。那由她引荐，也不算坏了规矩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今儿乖孙发财了，你要的笔墨纸砚都给你买。老夫可不会买一般的笔墨纸，你可想好了啊？想好了，
再说，那些东西能贵到哪里去？好，好，好。对了，老祖宗，您认识若琳的父亲？他还没资格认识老夫，应该是听过我的名字。您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陈叔叔对您的尊重可不像是客套。若琳，你爸是不是在给杜家做事？从我爷爷那代就跟着杜家做事了。那就对了。我以前收了很多记名徒弟，这其中最小的徒儿，就是杜家的掌门人杜月笙。师尊，喝茶。从今日起，你便为我门下的记名弟子。多谢师尊。杜家的那位枭雄是你徒弟？怪不得陈叔叔如此尊敬你。他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风云，刚见面却又如此尊敬，看来这杜家还有那个时代的人呢。还真让老爷子猜对了，目前杜家管事的二爷就是那位的二儿子。那就对了。古玩店到了，小雪搀咱家老祖宗下车。这杆毛笔拿过来，我试一下。这支笔怎么？没，老先生确实识货，您试试。您试试，我给您研墨。墨就不用了，手感不错，就这支吧。您确定？包起来吧。好嘞，那宣纸和墨水，我再送您一套。多少钱？您好，这支小叶紫檀龙纹汉白毛笔是67万。多少？67万整。乖孙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算了，老祖宗喜欢，买就买了。别心疼钱，你买就是了。回头曾祖写2个字，保证你赚回来。写字能值多少钱？你老开心比什么都成。老爷子，打包好了。谢了。这里。那老爷子真糊涂，以为自己写2个字就能赚几十万，那些书法大家都没有这本事。您乱说什么？我是心疼那支毛笔，那可是清代的，遇到合适的能卖上百万。别用你狭小的眼界去衡量人家，老人家那根拐杖就能买下咱们这个店。这是空笔留痕，书法重神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去里面把咱们定做好的最贵的那孔拿出来。爷爷，我不懂，这白纸有什么痴迷？上面连字儿都没有。你不懂，是因为你还年轻。等你再活40年，这张纸会照出你的人生。人生？记住，只有老人家有作品纹饰，不惜代价也要将其带回来。二爷，我给若琳打电话了，她说她和小雪在一起，现在在外面。走吧，去见见这位林家唯一的后人。车已经备好了。老祖宗，知道你喜欢听曲，我包下这天字1号包厢，让您听个够。我们俩不懂风雅，出去吃点东西，等下回来接您。去吧，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空间。那就是主播林初雪。秦少，你确定要追林初雪？
虽然她确实很美，但没有背景，反而那陈家的陈若琳更配得你。这妹子我查过了，清清白白，干净着呢。现在的妹子都太实靠功利了，这么佛系的妹子你已经找不到了。妈的，谁啊？敢挡我们的路，是不是找死？等一下，不对劲儿。陈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快里面请。哎呦，二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，我搀着你。我操，那是杜二爷！都傻愣着干啥呢？打招呼啊！杜爷爷好，陈叔好。好好好，替我向你们的父母问好。道人进去了。哎，好。秦少，家人就在眼前。放心，我早就准备好。等等，二爷爷朝那边去了，很正常啊。陈若琳也在那里啊，陈叔的亲闺女。不对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杜二爷好像认识林初雪。得了吧，杜二爷可是财富通天的大人物，林初雪这种没背景的人怎么配认识？先跟在旁边，静观其变。二爷爷好。小雪，这就是杜家二爷，老祖宗说的那位大人。二爷爷好。孩子，不要那么拘束，我同你父亲是一辈，以后喊我杜二伯就行。什么？二伯？这就是你说的没有背景。我查了，确实是普通人啊。难道这里边有猫腻？别乱说话，先观察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们林家吃苦了。杜爷爷，您不用愧疚，我爷爷一身傲骨，拒绝你们的财富也很正常。你不肯唤我一声二伯，心里还是介怀吧？杜爷爷，你别这样，我叫还不行吗？二伯，二伯在这儿，你缺失的人生就让二伯来补偿吧。以后你要是不嫌弃，理应也叫我一声哥。什么叫哥？我闺蜜变成了我姑姑。哎，秦少，你说这林初雪会不会是杜二爷的小蜜？杜二爷有愧于她，所以才摆出这种姿态。怎么可能？二爷都多大了？那你怎么解释？要不是杜二爷喜欢他，陈道然怎么会对他如此客气？哎，你别说，上次咱们看直播，那陈道然给人奉茶，明显就是替杜二爷提亲的。小雪应该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怎么确定？你们才刚认识啊！快看，他们要走了。靠！不会真就这样被包了吧？走，跟上去！终于能见到师公了。曾祖就在天字1号。咱们去后台吧。好。林初雪在那儿。走。不好意思，几位客人，今晚有人包场了，不欢迎外人。包场？这梨园背后有老前辈镇场，能包场请人，绝对是杜二爷手笔。全场就林初雪坐着，杜二爷好魄力。杜二爷这是闹的哪一出？难道杜二爷要求婚？怎么可能？不是说见老祖宗吗？怎么还跪下了？我猜对了，都跪下来了。什么？不能，
小雪不可能是小蜜。徒孙见过师公，徒孙有罪，杜家有罪，你何罪之有？我把林家看丢了，请师公责罚，杜家愧对师公。不对，杜二爷跪的不是小雪，而是天字1号包厢。那包厢里的人究竟是谁？竟然能让杜二爷如此卑微？能成为师公的人，那包厢里的是那位枭雄的师尊。什么？那是林初雪的曾祖。老祖宗究竟是何等存在？哪怕过了100年，依旧会让杜家如此敬重。为父不理解，在这个利益至上的年代，林家明明已经没有了价值，为何二爷仍愿大礼相待？我好像懂了，父亲，那老人曾经定是通天的大人物，怕时隔100年，他的影响力依旧遮天蔽日，压在杜家心头，让杜家忌惮。能让江城顶级权贵俯首跪拜，看来我没有猜错。我父亲说过，杜二爷那一代人，就算是死也不会弯腰，更别提给人下跪磕头。但现在他跪下了，跪别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跪的人是咱们天天在直播间里调侃的老爷子呀！你怎么了？我三观崩了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各位，今日的事情出去不要乱说。这林初雪的背景实在逆天。秦少，我现在跟你抢女人，你介意吗？不介意，因为你不配。不，应该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们连跪在人家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原来老祖宗没有吹牛，他说的事情都是真的。而且站得比我想象的还要高，更高。小雪，你杜伯伯年纪大了，扶他起来吧。放心，二伯，林家就剩下我这曾孙女了，我这次入世也只为她，别再让我失望了。是，乖孙，走了，回家。哎，快赶紧走，回去赶紧刷几十个火箭赔罪，几十个哪够啊？几百个！二爷，咱们也该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犯不着？就是觉得不该如此。二爷，您手中意念故情无可厚非，可现在您代表4大家族，以您的身份地位，这一跪，你这样想也正常。现在的林家确实就是一个普通人家，那以前的林家很大，以前的林家和现在也差不多。那为何您？因为那位老人，他代表的是一座天，只要他想，这世间的一切都唾手可得。老爷子竟然站得如此之高，你眼中的星空太过暗淡。我告诉你，杜家，或者说整个江城，都只是师公曾经入世的偏山一窟。拜见师尊。就连杜月笙，也只是师公的冰山一角。记住了，以后老爷子要是半点损伤，我拿你们10问。陈总放心，去准备早餐吧。是。小妹，你醒了？二爷那边让我传话，说晚上让你去杜家晚宴。果然还是适应不了新身份。知道啦，陈大哥。若婷，叫人。小早啊，小姑姑。外甥女真乖。
老祖宗，二伯让我今天去杜家吃个饭。你想去就去，不想去也随你。不愧是老爷子，杜二爷的宴都不在意。那我还是去一趟吧，毕竟二伯人挺好的。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当做一家人就行。第一次登门空着手不好，拿这个送给你二伯吧。老祖宗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奇怪。想知道吗？想。嘿嘿，我偏不告诉你们。老祖宗，你太过分了。乖孙，等东西送出去，你就知道了。陈家小子，拿笔墨纸砚来。好嘞。小雪，你要不要趁现在把直播时长补上？也行。小雪终于开直播了，别挡我刷礼物。队长，那位老人的孙女开直播了，快准备好钱，一定要想办法买下那老人的墨宝。昨天怎么没播啊？我们都快想死老爷子了。真对不起大家，昨天带老祖宗出去逛街看戏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去听曲。谁家的戏曲是让杜二爷跪着唱的呀？秦少，你看那老爷子出来了，他这是要写字。曾祖，您这是要写字画吗？闲来无事，陶冶一下。你们还真就过不去这个梗了，老人家随便吹的，你们别起哄。玉宝阁，给我刷！不惜一切代价买下老先生的墨宝。秦少，有人抢了你神号第一的位置啊！玉宝阁，什么玩意儿？跟我抢第一，给我刷！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放着吧，我自己来。老爷子，平时涉猎不足，见笑了。你这种人是怎么在杜家站稳脚跟的？这要是在民国，就你这业务能力，连院门看护都当不了，还长事。老爷子教训的是。爷爷，这老爷子什么来头？他居然在训斥陈家的掌门人陈道然。臭小子，我说过了，那位老先生绝对是大人物，那是因为这样的大人物我们没资格认识，我们在他的面前犹如一粒沙尘落在泰山之上。竟然如此可怕！老爷子写字了。陈家小子，在你眼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世间无绝对，善人有恶念，恶人也有温柔。没错，这个世界最难的不是明辨善恶，而是你分得清却走不出，这便是人道。老爷子画了一条线，还请老爷子解惑。用心去看，用心去看。我这幅字名为黑白，这一笔既是阴阳，也是对错，更是天地。大道至简，大道至简，买必须买下来。老祖宗，怎么了，乖孙？有人要花3个亿买你的墨宝，就是那个玉宝阁。你想卖就卖吧。我才不卖呢！这些水友最喜欢骗人，就一笔黑线，怎么能值3个亿？都是戏耍主播的。3个亿也不多。咦，你也跟着起哄？好了，大家，老祖宗的字画我会交给陈叔叔处理，我先下播了。爷爷，你怎么哭了？错过了老先生墨宝，我死而有憾啊！奶奶的，因为这个钱就想抢我榜一！联系秦家，我要调用2个亿！老祖宗，您的字我让陈叔叔去鉴定了。老爷子放心，不会亏了您的瑰宝。对了，老祖宗，能陪我去杜家吗？我有点虚。你不让若琳跟着你去吗？小妹别怕，杜家的人没有那些豪门子弟的纨绔和阶级思想。老祖宗，您就陪我去嘛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乖孙，
你可知我要是去了，这晚宴的性质就变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吃一顿饭。你这丫头，罢了，也是时候活动一下了。备车吧。明白。什么？师公也要来参加晚宴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爹，怎么了？师公即将赴宴，去通知各方，再把江城最好的饭店包下来。是。就算是师公地位崇高，但这样是不是有些浪费？你懂什么？当年末代皇帝邀请师公吃饭，那陪衬的可都是文武百官大臣，吃的可是满汉全席。咱们杜家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。孩儿多嘴。所有人提前去饭店等待师公，若有差错，家法伺候。您来了。师公呢？休息呢。二伯，这是老祖宗让我给你的礼物。师公给的？我听家父说过，老爷子送的东西非富即贵，这是药丸。爹，医生说你不能乱吃药。爹，别管我！爹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！二伯，爹，小心别摔了，滚一边去！爹，你这是徒孙谢师公赐药，年纪还没我大，就一副病秧子，丢不丢人？送你一颗丹药，延寿10年。延寿10年，就算是最顶尖的科技都无法办到。那颗丹药竟然如此神奇！10年，谢师公的再造之恩。起来，别在这丢人。是。还不快点谢谢你太师傅！杜伟见过太师傅。起来吧，别总是把你父亲的规矩拿出来显摆。老祖宗，您没开玩笑吧？真能延寿10年？是啊，老爷子，二爷都80多了，并且身患顽疾。哼，80多怎么了？我还100多呢。我这人淡泊名利，不喜钱财，不恋权势，所以我没什么能耐，唯一会的也就是定人生死罢了。定人生死？宋老四，听说你在灯塔那边的产业做大了啊？孔老哥，你才是厉害，在华尔街都成了资本巨鳄。小打小闹，最爽的还是王家人，在好莱坞投资电影，女明星排队上门。我哪有宋二哥强，都已经涉足硅谷了。你们在这里吹半天，就没有一个有出息，能够做到行业巨梁。孔爷爷，您有所不知，像我们这种亚裔很难发展的。是啊，我们这些外来者能在灯塔能站稳脚跟，已经算不错了。知足吧，当年要不是杜二爷攀关系找了华裔财团，你们能有机会进的资本大门？话说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开始吃饭？就是，我们还有事儿要做，公司太忙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我父亲去接一个重要的人，应该马上就到。什么人？还得二爷亲自去接。那位老人姓林，是我父亲的师公。你说什么？你确定吗？那位老人家若是在世，怕是有接近200岁了。200岁？那不是老妖怪吗？住口！休要胡言！如果是他老人家的话，活到这个仙岁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怪不得二爷今儿把大家都给聚集起来，原来是他老人家驾临了。快备大礼！宋叔，估计来不及了，人已经在路上了。那赶紧的，都别在这里杵着了。宋家的全部出去候着迎接。对，陈家的也全都出去，给我规规矩矩的站好了。几位爷爷，
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啊？那是一个我们的长辈，对你们来说是老祖宗级的人。又不是我们的祖宗，让杜家的人去不就好了？人家国外都没有这些。住口！高，这话从你口中再有第二次，我废了你！你们难道还不明白，为何你们拼命去求华裔财团，但人家却根本置之不理？因为你们不信祖，崇洋媚外，丢了我龙国人的根源，连祖宗都可以背弃，连良知都可以不要。又凭什么让他们相信你们？不规矩不成方圆。这世界不是用自由和散漫浇筑，任何一棵参天巨树，你们眼中的商业巨秀，全都是建立在规矩和体系之上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要你们去迎接的人，他是华裔财团，乃是代表了这个圈子的秩序者。从今天起，财团要按照规矩行事。请听师尊吩咐。来了，谁来了？老爷子到了！快，所有人随我前去恭迎。拜见林老先生。错不了，那绝对就是老爷子。爷爷，你小心！时隔多年，老爷子的眸子还是这么夺人心魄啊！见过林老爷子。你们是？师公，这几位都是我的发小，小时候在院子里有幸都见过您。哦，一群80多岁的小屁孩啊！这是什么规矩啊？这就是规矩。老爷子走第一步，说明他最大；杜二爷走第二步，说明他仅次于老爷子。而这紧随其后的，自然是孔家、宋家、陈家。这老爷子果真恐怖，居然能让4大家族随行。可是那丫头是怎么回事？也太没规矩了吧！谁家的女儿？不知道啊，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还不快进去！陆叔叔，那丫头到底是谁呀？若是辈分不高，我可就要下手摘花了。住口！不得妄议！她叫林初雪，是老爷子唯一的后人，论辈分，是你们的姑姑。以后记住，眼睛擦亮点，别惹了天怒还不自知。这事儿闹的，多了个姑姑。那林家姑娘看起来比咱们小多，这姑姑真叫不出口啊。哎，那不是陈若琳吗？她怎么有资格上前？她看起来和林初雪的关系好像还很亲密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陈若琳说要和自己闺蜜搞一个直播公司，不会这林初雪就是她的闺蜜吧？直播就是一个小直播间，没多人。我之前扫过一眼，没什么价值。王少，你说的小直播间不会是这个吧？3000万粉丝！我操，这粉丝量比明星还牛逼啊！什么？没想到他们已经做得这么大了，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杜二爷、陈三爷、宋大爷、孔大爷来了，您看这菜要上了吗？哟，和平饭店的董事都来了，4大家族齐聚，这可是老上海滩才有的盛况，我怎么说也想亲自来接待一下。您可姓林？你是和平饭店第3代掌事，拜见恩人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没想到我居然活着见到您。这里的风格好像没有变过，刚走进来我就感觉又回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。虽然那个年代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战火纷飞不定，但和平饭店却永远和平。说起来，我还真有些好奇，为何外面那么乱，这里却一点事儿没有？因为和平饭店足够幸运，拥有一位喜欢美食的客人。他住在这里的第1天起，就曾对所有军阀说过，和平饭店就应该和平。我这人不喜欢被打扰，所以从今天起，和平饭店内不允许任何人闹事，哪怕你贵为皇族。所以在这里，任何人不管有任何恩怨，都不敢动武，不管外面怎样的炮火连天，和平饭店内永远和平。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不大记得了，
但我们记得，和平饭店的历代掌事都记得。恩人，和平饭店生于不和平的年代，谢谢您让他真正的活到了和平的今天。老爷子的身份比咱们猜想的还要可怕。没错，这和平饭店的能耐比咱们可大得多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却依旧要跪拜老爷子。老爷子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我的那间房还在吗？在，一直都在。不仅是房间，就连您喜欢的菜肴，我们一直都牢记配方与口味。倒是有心了，正好我对那几道菜也心心念念了许久。您请快快入席，我亲自给您下厨。何时见过这位人物如此殷勤？咱们啊，可沾了老爷子的大光。来人，请我们林毅去天字1号包厢。请跟我来。在那个年代，只有1号房间亮起灯，和平饭店里就不会有人会闹事，任何人都不敢。当年这扇窗外满目疮痍，都是洋人的火炮，但悲不见九州同啊！怎么不进来？师公，我辈分卑微，没资格和您一同用餐。今天你请客，主人家不来算什么事？进来吧。那个各位，我进去伺候师公了啊。你瞅瞅，他那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不对劲。我记得二爷不是身患顽疾，时日无多了吗？对呀，怎么刚才又跑又跳的，跟个没事人似的？这是因为太师傅给父亲的一颗丹药，服用后延寿10年。什么？延寿10年？不愧是当年一言定生死的老爷子，这种能耐，举目世间唯他一人呐！谢谢师公赏饭吃，这饭真香。乖孙，来尝尝这个汤，补气些。谢谢老祖宗。雪儿，一会儿跟二伯去隔壁的几间包厢认认大家。好。真的假的？和平饭店因老爷子一人而和平，都下跪了，还能有假？可是不合理啊！要知道那时候的洋人可都是肆无忌惮的，我不相信他们会惧怕一个人。赵总，您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那老爷子真有这么大的本领？你们为什么不看看那张老照片？这张照片竟然全是大人物，这上面的都是各国要员。这位是灯塔国的陆军总司令，这是资本大鳄，这是雄狮贵族，还有太平洋元帅，都是那个年代的大人物。你们看，坐在主位的那个人，这是老爷子。说真的，今天这顿饭吃的我真是心惊胆战。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，而老爷子不仅能帮他们都聚焦起来，还能让他们坐下吃饭，这份能耐无人能及。那是，当初有人花3个亿买这张照片，我都不卖。各位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林初雪，老爷子的曾孙女。小姑好，姓王的，刚才还满口质疑，现在第一个华归，没骨气。姑姑叫我小宋就行。你，姑姑，我是小孔，以后我就是姑姑的头号舔狗。别这么喊，就叫我小雪吧。那怎么行？谁敢见到姑姑不叫姑姑，就是和我苏家作对。都愣着干嘛呢？你们的姑姑来了！见过姑姑。都愣着干嘛呢？你们的姑姑来了！见过姑姑。那个，让我们敬小姑姑一杯酒。臭若莲，敬小姑姑一杯。敬小姑姑一杯。老祖宗，他们没来敬您酒吗？
小雪，向来只有晚辈给老祖宗跪拜磕头的，哪有给老祖宗敬酒的？原来是这样。吃饱喝足，该回家了。菜还是原来的味道，你做的不错。好了，别送了。老先生，这卡是本店的尊贵黑卡，享有本店最高规格的待遇。您以后可以拿着它，不用预约和排队。放肆！怎敢亵渎恩人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好心。好心？你可知，自古以来，只有上位者赠下位者权柄，在老爷子面前，你我都是一粒尘土。你有什么资格向泰山赠予权柄？无妨，小雪，这张卡你留着吧。好嘞。罚了。董事长，我自作聪明，以后滚出和平饭店。大家早上好啊，欢迎来到小雪的直播间。谢谢杜家二少的超级飞机。杜家二少，妹妹好。不是你，秦少，你的榜一神豪可能彻底无望了。怎么了？我操，这满屏的小姑是怎么回事？小雪到底是什么背景啊？杜家二少、孔家大少、宋家大小姐、王家三少爷，我操！江城四大家族聚集了。原以为一个杜二爷已经够可怕了，没想到还有惊喜。真想拜访这位神秘的老爷子。秦少，我记得你有小雪的联系方式。有啊，不过直接拜访太晚，咱们先给老爷子送份大礼。你们这些人啊，若琳，你在干嘛呀？老祖宗在后院不知道种什么东西，我去帮忙松松土。对了，老祖宗的字画鉴定的结果怎么样？水友们还等着呢。不知道，让我爹去处理了。说起来，昨天不是有人要买我老祖宗的字吗？今天怎么不喊价了？财力不够，退出了。我也退出了。昨天那位出价5个亿的水友呢？今天怎么不出来斗主播啦？雪瑶，那字画昨晚已经秘密送往京城拍卖。送到京城拍卖？没错，成交金额12亿，被神秘买家拿下。12亿？怎么可能？我恨啊！就差一点就能买下那老爷子的墨宝了。都怪那家拍卖行居然不接受资产抵押，咱们手上也才10个亿的现金啊！快把那幅字拿来！还好咱们还有一幅字。爷爷，要不要把咱们这幅字展示出去啊？给咱们店打广告？不可！这幅字就算是死也不能泄露，否则我们将永无宁日。好啦，别逗我家雪儿了，字是我爸负责的，如果他卖掉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对啊，而且就一条线，谁会花12亿去买？脑子有问题吧？我就是那个脑子有病的人。我可以作证，我就是京城的。大家别乱带节奏了，字肯定没有卖。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找陈叔叔。爸，你这是在干嘛啊？金钱数额过大，必须武装押运，否则容易出乱子。什么金钱啊？昨夜老祖宗的字在京城卖了12亿，由于数额巨大，无法全部线上转移，所以有部分兑换成了现金。我操，真的12亿！12亿！小雪，我觉得老祖宗的话还是要多听听的。咋了？你们激动什么？老祖宗，您的那幅字卖了12亿，12亿啊！咱们终于可以买大房子了。哦，那是多少钱？在您那个时代，能买6套王府，6套啊！老祖宗，您不开心吗？咱们发财了！瞅你那点出息，王府还要去买吗？当年末代皇帝白送，我都不要。还得是老爷子见过世面啊，咱们确实少见多怪了。对了，乖孙，那钱你自己留着花吧。人这一辈子有限，如果钱能让你快乐，那就不要有什么心疼的。给我！爸爸妈妈去世后，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谢谢老祖宗，我还是先买个大房子给您住吧。皇宫我都住过，只要能跟家人在一起就行。这些年让您走丢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乖孙一定会孝敬您的。
好，好，好，老祖宗等着你。今儿个我开心，抽奖！感谢大家这几年的支持，也是时候回馈大家了。对了，我们还要在这里宣布转型到户外主播，并且以老祖宗作为主角。我们就爱看老爷子，只要老爷子出镜，我们愿意粉一辈子。若琳，我们的梦想似乎要实现了。就在不远的将来。怎么了？平台发来新的直播合同，没想到这才短短半个月，咱们就已经拿下了平台最顶级的合同。这一切都是要感谢老祖宗呀！合同的事情我来负责，你安心直播。那我去给你存钱了。陈叔叔再见。抽奖活动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开始，我先给大家跳个舞吧。主播不要跳舞，我们想看老爷子。老祖宗这会儿在后面种田呢，要等一会儿才能看到。老张，你快点给小雪出主意啊，别让她直播嘎在这里。我哪有什么主意啊？对了，小雪家里不是挂了很多照片吗？可以看看她的家庭照啊。对啊，了解一个人的前提是先了解他的家庭。老张，你太聪明了。不是吧，秦少，你还没认清自己啊？我这不是还想挣扎一下吗？家庭照？那不是家庭照，那全都是我老祖宗以前的合影。老爷子的照片那更好奇了。没错，老爷子活了这么久，那些照片一定充满故事。那些照片有什么好看的？老祖宗本来都要丢的。这是第一张相片，里面那个人穿的好奇怪，就是一副嗑瓜子的照片，很普通。我操！这是末代皇帝！两个人居然嗑瓜子，而且老爷子居然还坐在龙椅上。爷爷，你说什么样的人能在皇帝面前坐皇帝的龙椅？什么人都没资格。龙椅在皇帝眼中可是代表着权势，比命都重要。那为啥老爷子坐在龙椅上，皇帝站着？什么？能让一位王朝的帝王让出龙椅？老爷子的身份比我们想的还要更高。你们说这上面的人就是末代皇帝，我还以为是拍电影呢。乖孙，看什么呢？老祖宗，这人真是末代皇帝？末代皇帝，我也没想到他会成为最后一代，我还以为他至少能反抗挣扎一下的。这皇城根下的王府，你喜欢哪个？拿走。破地方，谁稀罕住？话说，不是让若灵烧了吗？老祖宗，本来我想烧的，但那天听我父亲说，这些照片每一张都价值千万甚至上亿，我舍不得啊。要是千古一帝，倒还值钱。这家伙值不了多少钱的。那老祖宗，听这些相片能够公开，让别的人知道吗？虽然和这些人合影贬低了我的地位，但又不是见不得光，随你。好嘞。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不准把我认识这末代皇帝的事儿传出去啊！我丢不起这人。主播你完蛋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完了。咱们来看第二章。老爷子霸气啊，能在崇洋媚外的旧世纪被洋人如此尊崇。老祖宗，这两位是？名字我忘记了，只记得这两个是搞飞机的，当时缺钱，听人介绍后来找到我借钱。莱特兄弟，快百度搜一下。错不了，还真的是他们。没想到他们当年居然来找老爷子借钱。老祖宗，两个外国人干嘛来您这里借钱？当时他们不被公众认可，找不到没有投资人，我那时候正好淡泊名利，对钱没多大兴趣，看他俩求了很久，就借给他们了。多谢林老先生，我们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。那他们没有分您钱吗？他们的辉煌没那么长，没几年就被另一个人取代了。喏，就是他。这家伙淘汰了这两兄弟，
当时还怕我有意见，所以特地跑到国内来拜访我，怕我生气。时代需要进步，请林老原谅我的无奈之举。我操！这个人不是飞机之王吗？飞机之王是谁啊？那兄弟的死对头，顶级科学家、冒险家、百万富翁。老爷子的触手比咱们还要长啊！老祖宗，您还没有正面回答过我，您当时是做什么的？我其实都没做，只是在遇到你曾奶奶的时候，曾短暂迷失于世俗，所以收了很多弟子，分为记名与真传。后来他们在各行各业建立自己的势力，而当这些势力被我这根拐杖敲打时，就会汇聚成一个庞大的整体。给师尊行礼！老祖宗，我有冒昧问一嘴，为什么这些人会拜您为师？可能是因为我的尊位和影响力吧。比如这个小杜，当年就是因为仰慕我，才拜入我的外门。我后来回去问过父亲，他确实是见过这张相片，才会对您如此敬重。后来小雪的曾祖母去世，我便离开了俗世，遁入烟尘，寻找我心中的答案。可谁知这一走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。老爷子确实是一个活着的传奇。哈哈，真假？一眼就是剧本。老祖宗，虽然那个时代过去了，但在这里我们会陪着你。我不是伤感，只是有些感怀。当天上云雾散去后，世间万物都会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所有的一切，只要利益没有了中心，就会驱散。我是不是太笨了？为什么听不懂？听不懂不怪你，你还年轻，等40年你就会明白了。我好像能听懂一些，但又好像什么都不懂。我们见识过的风雨，不及老爷子的万分之一啊！老张，你发现没有？这所有的相片里，老爷子都拄着那根拐杖。那根拐杖真的很特别的，从一开始我就关注了。这个拐头上的宝石是千年翡翠帝王绿，无价之宝。要是能被这根拐杖打，我估计做梦都能笑醒。看你的出息！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老祖宗，我搀着你。乖孙，当年国外很多人欠了我不少钱，缺钱你就去要。都这么久了，他们还会给吗？当然。不过要是不还的话，死在我帐下，他们也能含笑九泉。要是不还的话，死在我帐下，他们也能含笑九泉。好了，不用送了。不难想象，当年的老祖宗会有多么的不可一世，桀骜不羁。是啊，那时的他多么意气风发。其实最难得可贵的是老祖宗的那句放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心疼老祖宗。但天生傲骨，就是被拔掉了牙齿，也依旧站在风雨中，将余生的温柔留给挚爱，留给后辈。咱们也下楼吧。若琳，你怎么了？小雪，咱们直播间的人气已经飙到5000万了，破平台记录了。前段时间的 S 赛也不过是3000多万，老祖宗的个人魅力实在太强了。不仅是人气，咱们上热搜了，全网热搜前3，百岁老人说历史。什么鬼词条，能不能靠谱点儿？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搞出来的，真是服了。这破酒是留着给谁喝的？拿出去丢了吧。老祖宗，这酒很贵的，好几百万，是直播间里那位秦少送的礼。拿些破烂来显摆，老夫这辈子见过无数人杰，没有哪条龙是靠破烂垃圾登上高位的。是，老祖宗说的对。真正的贵族从不屑于让全世界围着自己转，应该有担当的去围着世界转，反哺芸芸众生，这就是太极当中的共生。男人啊，要有格局。秦少，我要是没看错，那瓶酒好像是你送的礼物吧？是，那可是我秦家珍藏了好多年的名酒啊，怎么在老爷子眼中如此不堪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怎么会？嘿嘿，你别说，被老爷子骂一顿，真是神清气爽，就是不知何时能当面感受一下。
秦少，你脑子没病吧？你懂什么？老爷子的每句话都要认真咀嚼品尝。你这混账小子，又给这女主播丢钱了！爸，你还真就误会了，我在跟老爷子上课。上课？这根拐杖，难道是那位大人物？爹，不就拐杖吗？设计都大同小异的。不，这设计结构，世间绝无第二根。我记起来了，老二，你还记得不记得每次全球龙艺商会举办时的 logo 图标？全球那么多龙艺商会，有卢广的、湘江的，还有东南亚、欧洲和北美的。您说的是哪个？主办方是那些老牌龙艺财团。您说的是最老那一批龙艺财团组织？没错，你快去把我保险柜里面的那个纪念盒子拿出来。爸，这多少年了，你还留着？能不留吗？没有当年财团的资金扶持，哪有咱们秦家？而且这东西一般人可没资格拥有。你们看一下，像不像？爷爷，你还别说，这又挺像的。这重要吗？顶多这老头算是那财团的会员吧，不至于大惊小怪吧？住口！如果这位老人真是财团的会员骨干，咱们秦家连登门拜访的资格都没有。咱们秦家也算是豪门，真有这么不堪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当年财团内的理事骨干只有12位，他们每个人都负责数个国家的金融业务，跨国资本运作。那这位老人确实不凡。何止是不凡，若真是骨干理事，他手里的资源放在以前能敲动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，那比咱们家厉害太多了。爹，咱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，也许他那拐杖就是巧合而已。不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，他肯定是财团总部的人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普通人配用这么豪奢的拐杖吗？再联想一下他的年纪，是不是可以追溯到龙艺财团的最初建立？如此说来，还真有些苗头。这老者要是和我说的符合，你得让你儿子跟人家保持距离。为什么？爸，保持什么距离呀？咱们要是能牵上红线，不就有了金融靠山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咱们秦家配不人家，连进他的门槛都不够。那老人以前确实厉害，但现在都英雄迟暮了，秦家未尝不可一试。小雪，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向你表白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兴趣挑一个？我才不呢！我要好好陪老祖宗，坚决不恋爱。老祖宗，你看他，不就是谈恋爱吗？乖孙喜欢就谈，不喜欢就不谈。还是我老祖宗开明，不像你，老顽固。好啊，小雪，皮痒了是吧？你可赶紧滚滚！打住！不可胡言乱语！大孙子，上前一步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那林家姑娘？爷爷，我知道，我配不上人家，就连杜二爷给他家老祖宗磕过头，但我觉得咱们秦家也不差。你说什么？杜二爷给他磕头？对啊，不仅是杜二爷，听说前2天在和平饭店那位董事长还给他下跪，说什么和平饭店因一人而和平。什么？那位董事长的地位可是一人等同于4大家族的存在。真的假的？这种大人物居然给那位老人磕头？骗你们干什么？不过我觉得也好，咱们秦家这些年势头也挺猛的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好像在洋人那边有点影响力，什么飞机大王、顶级科学家都主动跟他合影，让出 C 位，而且他还坐在末代地的轮椅上嗑瓜子。什么？不是儿子，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们也没问啊。那位老人还有什么惊奇之处？就在昨晚，听说一幅字卖了12个亿。不过我倒还好，咱们秦家手里也有个几千亿资产。爷爷，念在你年少无知的份上，免了你家法。若日后再敢乱说话，我定将你逐出秦家。为什么？普通家庭的你们不让娶，
现在人家身份摆在那里，门当户对，嫁进来也不丢人啊。丢人，确实丢人。不过丢的是林家的人，因为咱们秦家根本配不上人家。儿啊，有些时候呢，人要认清自己。林家的门槛太高，怕你扯到蛋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真的有必要去见一见叶老。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想要告诉他。什么消息？你们那边又缺钱了？不，是我们找到了老祖宗了。阿伟，老祖宗重归红尘这件事情，你需要告诉龙翼财团的掌事叶老，这可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。是。记住，要诚恳。像他这种隐士大佬，就连王公贵族都没资格接触。谁？老祖宗？对啊，你们的人到底有没有把我的事情告诉过叶老太爷？这件事要是耽搁了，你们负责不起。就连各国正想要见叶老都要预约，你呀，等着吧。兄弟，算我求你了，帮我把消息带给叶老，就说财团创始人林生找到了。林先生，你们杜家又要拿死去的人消费？当年你爷爷不过是边缘人，这些年财团对你们已经颇多照顾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是真的，我没撒谎，我太师傅找到了。杜先生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当年全球12位理事，现如今已经逝去10人，剩下2人年纪也是过百。你觉得创始人林先生还能活着吗？差不多就行了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叶老不见外人，你要是再多嘴，财团将会把你们叶家除名。老哥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啊！怎么样了？喂，爸，没见到人，没有人相信。我早就猜到了，你这个级别不可能见到你叶大公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只能死等。我给你发一张施工拐杖的相片过来，你拿着这个去给公馆高层，说不定会有说服力。好，不过爸，太师傅那边，我觉得他好像不太愿意见一见以前的人，看他的性子，好像不太愿意被人打扰。他老人家性子就那样，淡泊寡言。可你叶大公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我们有义务告知于他。老一辈的人就指望着那点残缺的寄托活着了。那您还不如直接拍太师傅的相片过来，更有说服力。拍10尊照片，回头要让他知道你怕不是找死。爸，我也是说说而已。说说而已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我非得撕烂你的嘴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对师公不敬。我明白了，爹。行了，要是见到你大公，规矩点。是。累死了，今天的直播终于结束了。哎，老爸。什么？怎么了，若琳？你想要老祖宗拄着拐杖的照片？是上次卖字把自己卖傻了，居然敢打老祖宗拐杖的主意，那良心不会痛吗？乖女儿啊，我就算是吃了豹子胆了，也不敢去打老爷子的主意啊！上次那字画拍卖，我不是1分都没抽吗？你先说你要干什么，不然我才不会做你帮凶。老祖宗那么疼我才不会出卖他呢。哎呀，你这丫头，其实吧，就是有个故人要去世了，不确定老爷子的身份，需要看他随身之物证明一下。你早说嘛！行吧，我去问问老祖宗。二爷。也不知道我这么骗，会不会被老爷子打死？自信点儿，在民国那会儿会，而且跟着你做事的人都会遭殃。那不比皇帝了？我说，这位老爷子真这么大本事？皇帝？那会儿皇帝把屁股的椅子让给他，他都看不上。小雪，老祖宗呢？在后院种菜呢。
小雪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拍一张老祖宗那拐杖的特写？我怕我去做了，老祖宗会不高兴。你要做什么？有位故人想要认老祖宗，需要给他那边确认一下老祖宗的物件，就是那根拐杖。走吧。老祖宗，您这拐杖就这么乱放啊？也不怕被谁给拿走？放心吧，不会丢的。哪天我缺钱的时候，把它给拿去卖喽。多二爷说它很值钱的。你信不信？不管你把它卖到哪里去，最后会有人把它送回来给我。为什么？这拐杖烫手，谁拿着它招摇乱晃，会有杀身之祸的。一根拐杖有这么严重？没错，在你老祖宗我这里，可能它就是一个拐杖，但在很多人眼里，它是一种象征。象征？象征什么？这我还真记不清楚了。反正对于这天下间的势力来说，都有不同的寓意，有的是我建立的，有的是我指点的。老祖宗，我知道您在江城有些能耐，可是这天下如此之大，怎么可能每个势力都会有反应啊？你们爱信不信，反正啊，这拐杖我要是弄丢了，谁敢拿去卖，会很危险的。而且不出几日，就会有人把它送到我手里来。爱信不信，反正会有人给你送回来的。那要是这拐杖已经宣传出去了，会怎么样？宣传出去了？就是乖孙不是在做直播吗？网友们看到了你的拐杖。倒也不会怎么样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会多很多苍蝇，这清闲的日不能清闲。比如那个和平饭店4大家族整天来拜访。就这？对呀，就这。好险，差点被老爷子吓死。那我能拍照吗？有位故人想要见你。又有故人？不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要做好准备，今后会有很多人调查你，并且你也会见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老祖宗，做与不做，看你的选择。拍不拍？拍。陈叔叔帮了我很多，这个忙该我帮他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发来了！我要求见叶大公，我拿到了我太师傅的相片，你们是？杜太公家的孙子杜伟，杜先生。是我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要找叶会长？公馆给你们杜家海外权限还是很大的，除非你们犯了大错。如果我杜家真的犯了大错，又怎么会光明正大的来？没有错，为何要如此执着见叶会长？你们要的资源，公馆都可以下发。我手机里有一张相片，我想烦请你拿给大公看。拿过来。哪一张？有一张拄着拐杖的，就在最新保存里。什么？你竟敢胆大包天，私做权杖！你找死！你知道你杜家犯了大忌吗？就凭这一张照片，你们4大家族都将人间蒸发。如果它是真的呢？不，这不可能。如果它是真的呢？真的？真的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宝石和金丝楠木可以作假，但
这上面的纹路是独一无二的，就算是最顶级的工匠无法复刻。你可知道叶会长如今性命垂危，如果这张相片是假的，将会将他从天堂拉入地狱。我知道，如果会长因为你的欺骗而撒手人寰，你们杜家不应该你们江城所有的家族都将承受怒火。我既然敢来，就已经想好了后果，因为我知道叶大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再次触摸这柄权杖，无法跪在这权杖的主持人身前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能让老人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。喂，我是叶家第5代传人，请让我父亲接电话，我手上有一张相片。怎么样了？别急，稍安勿躁。谁允许你私自制作权杖？给你3分钟，滚回家族谢罪！父亲，我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是有人呈上来的。谁？杜家的人，他以江城4大家族为代价，保证这是真的照片。你敢保证这不是其他房在算计你？爸，相比于算计，如果这权杖是真的，隐瞒不报的后果会更可怕。我现在就带少天去见爷爷，通知下面的人做好准备，我要亲自去见爷爷。您确定吗？如果这东西是假的，他们肯定会活剐了你。我蒙受爷爷恩泽，就算是假的也试一下，毕竟这是他最后的心。老祖宗，我刚才拍了照片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看来经做出了选择。选择？什么选择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还要等以后？乖孙现在就想知道吗？老祖宗你就别卖关子了。那我就只给你透露一点。好呀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普通人了。那是谁？是我林毅在世间的代言人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将掀起巨大波澜。你的一举一动都将掀起巨大波澜。不管花多少钱，付出什么代价，你们都要想办法延缓老主人的命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可是我不想听借口。花这么多钱请你们来，是治病的，不是抱怨的。对不起，老管家。对不起有个屁用！滚，都给我滚！老管家，二小子有什么事儿吗？这里有一样东西，想给爷爷看。这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我儿子发给我的，不思进取。我知道你的消息，但下次不要那种东西来开玩笑，老主人承受不住。念在你是第一次无知，所以我就不惩罚你。但若是还有下次，别怪我不顾及情面。它不是假的，有人说它是真的。我知道后果，我也不敢拿权杖来开玩笑。你不明白，你以为的后果只是叶家的怒火？不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如果被守护者知道，叶家必亡。所以，我现在问你，它是真的吗？不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如果被守护者知道，叶家必亡。所以，我现在问你，它是真的吗？老管家，这张相片是真的。不管它是不是真的，就当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。二小子，真的决定好了吗？我决定好了。好，那剩下的交给我吧。你来了，老主人，医生让你多休息。我怕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来了。刚才外面是谁来了？是一个孩子，他拍了一张拐杖的相片，说想给您。哦，是哪位孩子？二房家的兰生。看来是我输了，我以为没有孩子敢冒险给你看这种东西。拿过来，让我看看这孩子仿的怎么样。都没见过权杖的样子，也是难为他了。好，快拿我的眼镜来！老主人，怎么了？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老祖宗。真的有人能认出来吗？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这拐杖有什么门道。你仔细看看，那拐杖上的纹理像什么？拐杖上的纹理？
龙，是一条龙。老主人，你说什么？这照片是真的？真的，这是真的拐杖！快让蓝生进来！二小子，老主人叫你。我犯错了。爷爷，这照片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是杜家的人，这些天杜家的人一直在找您，想给您看这个照片。快把人带过来！快！是。喂，父亲，快，现在立刻马上把杜家的小子带到本宅来。好，我这就带人过去。看来叶大公见到了这张照片，杜家这次要飞黄腾达了。我已经联系完了，那杜家的人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好啊，爷爷，别哭了，小心伤了身子，让老主人释放一下情绪吧。这段时间，他一直都很压抑。老管家，您不是说爷爷见到这个权杖会高兴吗？怎么哭得这般伤心？其实老主人这辈子找的不是权杖，而是那权杖的主人。主人？这是上一个世纪人的夙愿，所有人熬着不死，就是想等这么一个结果，盼着他可以再次出现。现在权杖既然单独出现，那就说明人已经没了。师尊，恨不能亲自给您送终啊！哭什么哭？有没有出息？这不是看老祖宗您每天跳来跳去的，我也想模仿，可谁能想到我这么脆，我是废物。傻丫头，跟我比什么？和老夫同时代的都老死了，我还生龙活虎的呢。见过叶总，见过管家先生。行了，客套话不用说太多，老主人在等着呢。好，终于能见到叶大公了，传说龙翼商圈最顶级的存在，无数财阀豪门的背后推手。杜先生，请吧。杜家，杜伟见过大公，给大公请安。坐。不，我站着就行，不敢在大公面前逾越规矩。你们都出去吧。好。权杖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大公，权杖没在我手里。那你照片是怎么来的？你来找我，难道不是要把权杖交给我吗？我哪敢去拿权杖啊！太师傅不得打死我！从小我就听我爹说太师傅那些辉煌往事。你说什么？太师傅打死你？你什么意思？给我谁清楚？权杖在谁手里？在我太师傅手里啊，也就是您的师尊。我爸跟我说，以前您和我爷爷是同门。也就是说，师尊还活着？对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叶老晕倒了！你做了什么？杜家是不是不想存在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蓝生，松开他！不行，要是我父亲有个3长2短，我必要杜家陪葬。蓝生，父亲，您醒了。你确定没有骗我？我的师尊，他现在还活着。老主人，您先戴上氧气面罩。快说！我没骗你，我这次来就是跟您说这个消息的。太师傅如今就在江城，我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过来了，但是一直见不到你，只好出此下策，用权杖照片来证明我的来务。还请大公恕罪，恕罪啊！没想到那位老先生居然还活着，你怎么证明？我有视频，我这有视频。师尊，师尊，我是小叶子啊！岁月如梭，这位先生也老了。是啊，您怎么就老了呢？我还没来得及孝敬您，您就已经老了。告诉我，他老人家
现在还好吗？老爷子很健康，前2天还把我爸给数落了一顿。师尊他就是这样，嘴上都是批评，但心里却装满了关心。这一刻的老主人，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叶大公，只是一个单纯等待长辈回家的孩子啊。叶老，您该休息了。我还不累，休息什么休息？准备飞机。叶老，你现在病情很严重，不能长途出行，更别提坐飞机。只要能见到师尊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大公，恕我直言，太师傅现在好像并不想见人，除了他曾孙女以外，谁都请不动他。师尊果然是老脾气啊，只要你不去烦他，天塌下来他都能顶着。这位姑娘就是师尊的后人吧？是的，不过他好像并不知晓师尊的身份。放心，他很快就会知道的，因为随着权杖的出现，那些人也都会纷纷跟着出世。那些人不知道的别瞎打听，小心大祸临头。受教了。我要去拜访师公，但就这么直接去，师公肯定不愿意见，所以我需要你们备上一份大礼。是，只要能把师尊哄开心了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支付。明白。还有，给老郑打个电话，就是师尊回来了。这什么东西好难喝啊！老祖宗，这东西好臭啊！你怎么喝得惯呢？一看你们就没过苦日子。这东西放在当年，那可是老百姓抢破头要喝的东西。得，是我们没见过世面了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刚才平台那边来电话了，说要把我推成国际顶流。国际顶流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听他们刚才说，有一笔庞大的海外资金注入，而这笔资金的代价就是要把我捧红，捧得更红。神秘资金，不会是老祖宗？老祖宗，这就是您说的麻烦？是啊，很麻烦的，不想要偏要送，一个个的还非要送最好的，就为了上门跪一下我，搞得我喝茶都没有时间。这种烦恼我也想拥有。那老祖宗，我要答应吗？要是以后人家有事求咱们，给你的收着便是，不要想太多，这些都是他们欠我的。父亲，资金已经到账了，初步接触林初雪女士已经成功，可以执行下一步计划。你做得很好，现在启动全球会议。是。10分钟内，所有人全部上线，迟到者逐出商会。叶总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让你见识一下，为什么我叶家被人称为财杂，为什么我爷爷被人叫做大公。父亲，东方资本大鳄道夫已经上线。见过会长。地产大亨杰克王上线。会长，我没迟到吧？你来的正是时候。父亲，秦家秦老爷子上线。见过会长。坐下吧。好。电子大亨、机械大亨、药业大亨、视频大亨、娱乐大亨都已经纷纷上线。会长，各位请坐。这就是财阀，这些我们平日难得一见的人物，只需要一个电话，10分钟内就要到位。不知秦少这次叫我们来，所谓何事？我们家叶老爷子和郑家的郑老爷子想见一个人，但不能草率，所以要准备一份大礼先登门。叶老他老人家想见谁？主播小雪的曾祖林毅。总之，
这件事情就麻烦大家了。爷爷，怎么了？还记得那位老爷子吗？记得疑似商会理事的那位？他不是商会理事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？如今的理事只有2位存活在世上，怎么会有第3人？他是商会的创始人。创始人啊！我操，这老爷子这么吓人！准备一下，不日，商会现存的2大理事将会莅临江城。我明白了，不孝孙，过了。记住爷爷叮嘱你的话了吗？日后只能做林初雪的朋友。再加一条。好嘞，爷爷您说。当林初雪的狗。什么？喊什么喊？我告诉你，不仅要当狗，还要尽心服侍。人气突破1个亿了，平台真的给咱们在全世界推流啊，还挺讲信用的。乖孙，这件事情他们做的，你开心？开心，这是乖孙和若琳一直以来的梦想，如今终于要实现了。谢谢宗祖，谢谢宗祖。谢什么？只要乖孙喜欢，老祖宗就开心。看来这件事情他们表现得不错。小雪，那个秦少发弹幕了，说什么了？他说他是你的狗，还问问主人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买的。什么？当狗？咦，秦少玩的真变态。爷爷，真的要在几千万人面前这么丢我的脸吗？丢的是你的脸，又不是我秦家的脸。快点问。就是，只要完成叶老的任务，咱们秦家就能够更进一步。好，我问。想要买的东西有哎，我最近要给老祖宗买个别墅，正在物色合适的房源，准备带他去看。买别墅我最擅长，请给我这个机会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钱买。说他有钱买，不成器的东西。林小姐说有钱，你就不会硬送吗？别墅的话，我倒还真有一个合适的选择。您说的不会是那套江南最顶级的别墅江南1号吧？没错，那可是文物古董啊，价值100亿。那又如何？买，必须买下来，而且速度一定要快。这么急？没错，因为我怀疑那些家族的人肯定也在看小雪的直播，必然已经准备好出手了。什么？想买别墅？来人！二少爷，有什么吩咐？调用家族资金，用最快的速度买下江南1号。江南1号，我势在必得。谁跟我抢江南1号，我要谁的命！快，小姑姑发话了，赶紧去把江南1号买了。兰生，爷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快联系江城的地产商人，我知道该给师公送上什么样的大礼了。明白。左右，我已经安排一位儿子去打通所有的人脉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现在我就让他出手，拿下江城最好的房产。你刚才说我们要去哪儿？当然是去给老祖宗看一套大房子。还是我乖孙孝顺啊。车已经到了，咱们走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姑姑，我这不是想着表现一下吗？你怎么跟舔狗一样？舔狗怎么了？能当姑姑的舔狗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再说了，我家老人可发话了，我能不能继承王家基业，就看我在姑姑面前都表现了。跟我上车。哪有这么夸张啊？有啊，太有！来，姑姑，赶紧起来吧，都什么年代了？该死，让王家的人截胡了。咱们最开始相中的是这套房子吗？不知道啊，王家是做房地产的，麻烦他们帮忙介绍的。不会是走错了吧？这里一看就非常贵，
咱们一共才12个亿。王哥，你确定是看这房子？不对啊，我是按照我爷爷给我的地址来的。说好的江南1号院，怎么干将军府来了？喂，爷爷，你确定没搞错吗？这可是将军府啊！没错，你带人进去就行了。认真的吗，爷爷？这一套房子加上地皮，市价超过100亿，咱王家要申请破产了。你管那么多呢？带老爷子进去。爷爷，将军府已经收购成功了。师尊他就喜欢这种古香古色的东西，希望他能够开心。没错，就是这栋。早就收到消息了，老爷子，快进来。刘叔，这是你家的房产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有经营权。小雪，撤了吧，这房子咱们买不起。为啥？这位刘叔是江城商会的会长，这栋房子是他经营的将军府，起步100亿。啊！完了！怎么了？老祖宗进去了。算了，就当陪老祖宗逛逛公园了。不应该，这将军府每年运营收入就上亿呢，刘总这么精明的商人怎么会卖掉？乖孙，这院子不错，虽然规模不比王府，但我很满意。完了，老祖宗相中了。老祖宗，咱们先买个小的好不好？这个太贵了，咱们现在买不起啊。很贵吗？价值100亿，换算成大洋，差不多要1700万大洋。咱们现在还有300万大洋。这样啊，让老祖宗失望了。但乖孙可以发誓，以后一定让您住上好房子。没关系，那咱们走吧。老爷子，留步！抱歉啊，刘叔叔，这将军府我们买不起，麻烦您了。误会了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这房子已经有人付过钱了，你们明日直接搬进来就好了。付过钱了？谁这么大方？老祖宗，乖孙，这就是爷爷跟过的代价。刚出手就是100亿房产，这代价太大了。帮我转告给付钱的小子，趁我心情好，滚过来见我。明白。郑师弟，听到了吧？师尊要见我了！我听到了，太好了！来人，准备转机，我要和师弟一起前往江城。爷爷，您的身体真的甭坐飞机了，从欧洲到龙国要10几个小时呢。不用你提醒我，我想清楚了，落叶归根，哪怕这是我的终点，我也要跪在师尊面前。就这么决定吧。吩咐下去，告诉他们，老爷子要回国了。什么？叶大公要回国了？来人，准备接机。叶大公要回国，老二通知4大家族准备接机。那位资产遍布全球，一手打造叶氏财阀的老爷子终于回国了。没错，我明白了。来了。快，送老爷子上车！郑老，您也回来了。郑老爷子，您在北美那边如此忙碌，居然要亲自降临。半生漂泊，半生零落，我和老叶回来寻根了。叶老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见师尊，先去医院吧，您的身体……不要去医院，老叶吊着一口气，
就是为了见到师尊，让他去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开刀，送叶先生落叶归根。没开门，这才凌晨就睡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道然，喂，若琳，你有病吧？大半夜打什么电话？我来吧。喂，二伯。小雪，你的另2位伯伯来了，麻烦开上门。哦，好。小雪，我这就来。咱们到了师尊家了。到家了。是啊，我们到家了。扶我起来。爷爷，还是坐轮椅吧，您的身体不行，让师尊看见会笑话的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的师尊，我们就算是爬也要爬回去。我倒是哪个不成器的东西，原来是你们2个臭小子。师尊，我不管你们在外面做什么，怎么做，谁要是鼻青脸肿的回来，就给我跪在门外，老子丢不起这个人。但你们记住，要是被人欺负了，打不过了，留一口气回来，这天塌了，师尊给你们顶起来。谢谢师父。师尊，司徒让洋人打了，让你照顾老九，你这么照顾的，被洋人打，丢我人。是洋人奸杀妇女，我们看不惯。动手的得有几个人？10个人。过了今晚，我要让100个洋人跪在门前。师尊，你不要我们了吗？师尊。都给我住手！谁都不许上前！师尊，我们回来了。师尊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照顾其他师兄，我没能带他们一起回来。对不起，师尊。才匆匆一别，你们就剩一口气了。你们还真是丢我的人。快起来，能回来就好。我说过，只要留着一口气，天塌了，我顶着。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门内之事轮得着你们指手画脚？我的2位徒儿需要休息，明早8点再来接人。这该如何是好？罢了，就等1夜吧。所有人原地留宿，看守老爷子。是。你们怎么？我爷爷呢？叶老爷子，他……难道出事了？爷爷！喊什么？叫丧呢？爷爷，你怎么？郑老，您也好了？这都得感谢师尊呐，他老人家的本领真是通天了。枯木逢春，真有这么厉害？大早上的吵什么吵啊？喝个茶都不消停。
还愣着干嘛？劈茶！徒儿叶振雄、郑有为给师父请安，师父喝茶。起来吧。怎么，师尊，有件事情请您原谅。何事？我们没有带回司徒，那小子说是愧对于您。说，你当年上山求道，他深感师门人才凋零，私自收徒，壮大师门。都怪我们，怪我们没有劝住他。当初财团遭受西方打压，死了很多人，为了保护大家，他才暗中收徒，复制您当年一手建立的影堂。还复制我的影堂，有点意思。那些影子现在都在哪儿？分布在各大顶级财阀当中，有的是高管，有的是护卫，但都掌握着极大的资源，能够瞬间调动全球资金。我怎么觉得这些人现在就在这里呢？师尊，您说什么？孽徒，出来吧！不是，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潜伏的？这个司徒啊，还是那么胆小。影堂72地下拜见师父，不孝弟子司徒拜见师尊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，不怕我打你？师尊，打我之前，能不能先看看我给您准备的惊喜？龙虎山天师府拜见师尊，大夏龙队拜见师尊，南亚财团拜见师尊，世界慈善基金会拜见师尊。你们这些臭小子！师尊，当年您种下的种子，如今成长为了参天大树。只要您一句话，所有的资源为您所用。